50个人被绑架到一个神秘小岛，每晚8点，死亡游戏开始。只有1个人能活着出去，1000万奖金。欲望、猜忌、虚伪、贪婪、恶毒，50个人之间赌命的游戏，谁才是最终赢家？有人呢！救命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妈的，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们脖子上戴的项圈为什么闪烁着红光？欢迎各位光临，你们肯定很好奇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那是因为我想邀请大家来参加一场有趣的游戏。啊，对了，在这里我就是神。规则第2，我第1。我喜欢安静，现在请都给我闭嘴！死猪头，赶紧将你爷爷放出去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这……你们这样是违法的，不怕坐牢吗？瞬间，墙上的电子屏幕亮了，上面是整整50个人的编码，占满了整个屏幕。角落里，一名满头银发的青年则是靠着墙角，双手插在兜里，似乎对这一切漠不关心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。江宇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不知道，茵茵在客厅画画，咱妈出去逛公园了，我在卧室睡觉，等我再醒来就到这里了。老婆，你不是回娘家了吗？老公，我好害怕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安静，安静！接下来，我将随机抽取3位幸运玩家，进行第1场游戏。这关系到最终谁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哈哈！恭喜6号、16号、34号被选中，请你们站在左边的空地上，其余人站在右边。被抽中的玩家如果拒绝参与游戏，将和46号一样，直接被淘汰。老公，我害怕。没事，有我在。其余人自动往右边挪去，为3人让出了场地。他们都看出江宇和周青青关系不一般，更加好奇这场游戏的走向。他们都不知道猪脸面具男到底要干什么，但是刚才那招杀鸡儆猴让所有人意识到，台上的那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他真的什么事儿都可能做得出来。接下来由我来揭晓这场游戏。石头剪刀布。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当我数到3的时候，你们同时出拳，然后持续进行对局。3人中最后输的1人将被淘汰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晚出拳，会被直接淘汰哦。咦，哥哥，你可以让我一下吗？我不想死。我会出剪刀。小男孩说这话是为了诱导我出拳头，但大概率他相信我不会让他。那么34号可能出布来反杀我，如果出拳头很危险。2，如果自己出布，万一对方说的是真话，真的出了剪刀呢？出布还是很危险。3，江宇来不及思考，直接选择了剪刀。结果周青青出了剪刀，江宇出了剪刀，小男孩出了拳头。谢谢哥哥，你人真好。这一刻，面前可爱的小男孩，在他看来，活脱脱像一个恶魔。好，还剩2位，6号和16号继续进行游戏。江宇和周青青面对面站着，神情恍惚。
周青青是他最深爱的人，而现在在这种诡异恐怖的环境下决一胜负，淘汰的人会有什么惩罚？江宇不敢想，也不愿意去想。你，青青，我说不，你要好好活着，努力活下去，答应我，照顾茵茵长大。江宇难以置信地看着周青青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出拳头？不是告诉你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吗？所有人都明白了，正如猪头面具男说的一样，淘汰就意味着死亡，脖子上的项圈会直接爆炸，夺走那个人的性命。这是一场50人之间赌命的死亡游戏。很好，完美。第一场游戏只是热身，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游戏规则和失败的惩罚有多严重。后面的游戏将更加精彩。各位玩家，接下来的游戏将更加紧张刺激，你们准备好？规则1：每晚8点，死亡游戏准时开始。宵禁时间是凌晨24点至下午7点。宵禁时间待在房间外，可是会死人的哦。规则2：绝对公平，任何人不得在游戏内和游戏外杀人，不得以作弊的方式进行游戏，一旦被发现，立刻淘汰出局。规则3：道具狂欢。每轮游戏结束后，获胜者将随机抽取一张道具卡，道具卡可以在征得对方玩家的同意下进行索要、交换、购买。如果强行抢夺道具卡，将立即淘汰出局。规则4：千万好奖。最终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里，而活着的那个人将获得1000万现金奖励。猪脸面具男指向天花板，所有的灯光都聚集在中央。接着，一个巨大的玻璃箱体缓缓降落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里面是数不尽的美刀，仿佛闪耀着金色的光芒，令不少人表情震撼不已。要知道，买彩票中1000万的几率可以低到忽略不计。现在你们拿到1000万的机会是1/48。哦，6号和34号作为第一场游戏的获胜者，请上前抽取道具卡。很好，请各位玩家有序进入2楼房间休息吧。众人顺着楼梯有序来到2楼，每间房门外面都有门牌号码，从1到50。房门处挂着钥匙，每个人脸上表情不一，有的人脸上仍然表现出害怕的模样，有的依旧处在震惊中，有的人似乎已经适应这里。江宇进入自己的房间后，躺在床上。房间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摄像头、电子钟、食物、梳洗台和角落的一些杂物。茵茵还在外面，我一定要拿到第1名，出去找到茵茵。他突然想起刚才那张道具卡，从兜里拿出来，看到道具卡的内容后，他眼睛瞬间瞪大。 S 级道具卡，免死卡，使用该道具卡，在游戏淘汰出局后，可免除1次死亡，仅适用于积分类游戏。刮开有惊喜大礼包。恭喜玩家，你必须参加接下来的每场游戏，否则将会立即淘汰。假如在游戏中存活，你将获得神灵之力。什么？必须参加每一场游戏？我真是手贱，刮开干嘛呀？在这个残酷的淘汰游戏中，和别人比，江宇相当于有2条命，这无疑让他在游戏初期就多了一份胜算。在失去挚爱的绝望和疲惫中，江宇沉沉睡了过去。
凌晨1点26分，江宇迷迷糊糊听到走廊里有微小的脚步声，于是立刻翻身下床，趴在房门仔细听着。有人想要在宵禁时间逃跑，假如冒死从大门跑出去，无疑不是一种选择。就在这时，江宇听到一道沉重的声音，仿佛是某个巨人在走路一般，走廊都有些微微震动，随着他的步伐每次落下。外面究竟有什么怪物？难道真如书里面去南讲的，晚上要乖乖待在房间内？很快，时间到了晚上7点30分，墙壁上的电子钟发出叮铃铃的刺耳声音。游戏即将开始，各位玩家请前往大厅集合。大厅里多了许多家具，到处散乱地摆放着，有沙发、床、书柜、书架、柜子、花瓶等等。少了一个人，22号不见了。的确没见到他呀，22号去哪儿了？难道昨晚那个惨叫声？各位安静，安静，请记住，你们在我面前就是蝼蚁，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我手中。接下来，我将宣布今天的游戏规则，请各位仔细听，我只讲一遍哟。今天的游戏是123木头人，参赛者为全体游戏玩家，游戏时间为半小时。规则1，在广播喊123期间可以自由行动，在广播喊出木头人的时候，所有人不能有丝毫移动，一旦动了将会立刻被淘汰出局。规则2，在这个空间内共有66颗这样的铁珠，藏在各个物品内，你们需要去寻找。游戏倒计时结束后，身上没有铁珠的人将被淘汰出局。猪脸面具男拿出一颗黑色的铁珠，只有弹珠大小，他举起来给众人示范后，放在旁边架子里的盘子上。接下来游戏正式开始。昨晚听到的奇怪声音，原来就是这个恐怖怪人。钢铁怪人自由地在众人之间穿梭，所有人都不敢有所动作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时间只剩下了25分。一开始，所有人都紧张地待在原地不敢动。当广播到第2次喊123的时候，18号率先动了。那是一名17、18岁的女生，扎着马尾辫。众人松了一口气，所有人犹如兔子一样，飞快地奔向了各种物品，翻找着铁珠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没人会想到书里面也能藏着铁珠。远处桌子上的一个魔方似乎不对劲，魔方的位置和颜色对应不上，这魔方绝对被拆开重新组装了。组装者不懂魔方，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漏洞。简而言之，里面可能藏有铁珠。想到这里，江宇连忙冲向了桌子。在喊木头人的时候，他离桌子只有1步之遥。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他看到了面前3号女生，右手正将沙发抬了起来，左手摸到了下面的铁珠，但是广播始终不喊123。时间过去了接近半分钟，3号女生举着沙发的手都在颤抖，全身冒汗。突然，他的力气终于支撑不住了，所有人都看向了那里。这时，口令再次响起，受到刚才那一幕的刺激，所有人的动作更加疯狂。他们如同入室盗窃的小偷，眼里只有那颗与性命一样贵重的铁珠。你还不赖嘛，居然能找到一颗。11号身体强壮，膀大腰圆，比江宇高了不止一个脑袋，外表看上去凶神恶煞，身上更是传来一股浓郁的肉味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名屠夫。呵，小子，这是我先看到的，把铁珠给我，别逼我动手。这是我从魔方里找到的，怎么可能是你先看到的？凭什么给你？自己不会去找吗？
小偷崽子，给脸不要脸！朱脸男说不能杀人，又没说不能打人。老子叫王天霸，是一个杀猪的屠夫，杀了几千头猪了，手里沾满了鲜血。老子在这里只想活下去，谁也别想挡我。江宇心中充满了委屈、愤怒和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只是他明白了游戏的残酷，也在心底种下了复仇的种子。只是在这时，木头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这次是极其费力，顶多只能支持10几秒。万一和刚才一样，广播停留在木头人3个字上的时间过长，自己绝对撑不住，要摔回地面，到时候就死定了。绝对不能动，动一下就死定了。”然而，木头人的声音已经持续了1分钟，钢铁怪人就站在江宇身边，未曾有离开的迹象。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坚持住，千万不能动。如果继续和11号争抢那颗铁柱，胜算不大。明智的撤退，只是为了更好的进攻。但这仇记下了，这个11号大汉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他。众人看到刚才屠夫抢铁珠的一幕，很多人都开始不怀好意地看向周围的人。一旦有人找到铁珠，立刻藏起来，或者躲得远远的，生怕被别人抢走。剩下的铁球越少，寻找的难度也越大。怎么办？时间就剩下3分钟了。墙上的倒计时已经开始接近尾声了，2分56秒。江宇旁边站着一名中年男子，衣服上写着28号。终于，他转身来到江宇身边，伸手到江宇面前，手中赫然是一颗铁珠。你好，你的铁珠刚才是被抢走了吧？这颗铁珠送给你了，希望你可以好好活下去。什么？平时网上也有见圣母什么的，无非嘴碎几句。真正的现实中，还真有人愿意去牺牲自己，拯救别人。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为什么要给我铁珠？那你等下岂不是死定了？我叫罗军，是一名医生。我是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。我原本一直以为我这辈子的使命是治病救人，没想到会卷入这样一场游戏。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就让我先退出这场游戏吧。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凄凉。江宇接过铁珠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把铁珠还了回去，并且将罗军医生的手掌握成拳头。谢谢，我叫江宇，铁珠你自己留着吧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虽然我认同你说的话，但这颗铁珠我不能要。你如果活着出去，岂不是可以造福更多人？江宇没有接受铁珠，他也不相信这里的任何陌生人，况且对方这一行为太过于古怪，其中是否有诈没人能保证。目前他只能相信自己。然而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，死亡已经悄然逼近。当123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，只见江宇跑到高台下，猛地跳起，抓住了高台的边缘，然后爬了上去。接着他将盘子里的那颗铁珠紧紧地握在了手里。这铁珠正是之前猪脸面具男举例用的那颗铁珠。都将枪放下去！我读对了，猪脸面具男说的是，在这个空间内共有66颗这样的铁珠，盘子上的那颗铁珠也属于其中之一。游戏时间结束，很好，你们出乎了我的意料，很多人都拿到了铁珠。那么接下来，依次将铁珠放在一旁的盒子里，随即抽取一张道具卡，然后站到我正下方。众人陆陆续续地来到桌子前，将自己找到的铁珠放进铁盒，然后从牛头面具男手上抽了一张道具卡，站到了高台下方。切，小子，算你有种！没想到你还能想出这种方法。就在这时，只见39号中年妇女掩面哭泣着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铁盒旁边，脸色布满了绝望。她知道最后时间都没有找到铁珠，很多人吓得不敢直视。可以想象，后面只要游戏失败，他们同样要受到这样的对待，让人感到惊骇不已。很好，现在还剩下45个人。我本以为这一场至少会淘汰10几名玩家，没想到只淘汰了2人。你们的意志力相当顽强。接下来，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房间内已经准备好了食物、水。明晚8点，游戏继续进行，让我们期待最终胜利玩家的诞生吧。
一点就没命了。11号，我记住你了，接下来我一定要加倍偿还，让你感受绝望的滋味。在屠夫抢走他铁珠的那一刻，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狠人，不择手段取得胜利。如果有谁针对他，他必然10倍报复，然后淘汰所有的对手。S 级道具卡，排名互换卡，游戏内使用该道具卡，可与对方的排名互换。我这是画山欧皇了吗？连续2次抽中 S 级卡。时间又来到晚上7点半，房间内响起熟悉的广播声音：游戏即将开始，各位玩家请前往大厅集合。所有人再次聚集到了大厅。昨天那些家具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场地中间摆放着一张椭圆形桌子，围绕着桌子放着4把椅子，桌子上面放着一叠卡牌。很好，所有人都到齐了。接下来我将宣布今晚的游戏。今晚的游戏名为亡命生肖，游戏玩家一共4人。对了，我欣赏有勇气的人，如果有人主动报名参加，我将赠送他一张亡命生肖游戏中的专属道具卡。假如没有人报名的话，屏幕将随机抽取玩家进行本次比赛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随机抽选玩家了。电子屏幕上的头像飞快滚动，很快，第一个头像停止了滚动，是34号；第二个头像是18号；第3个头像是11号。现在还可以主动报名参加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从这场腥风血雨的死亡游戏中一路杀出去吧。现在还可以主动报名参加吗？瞧，还有不怕死的，竟然主动报名。和各位屏幕前观众想象的一样，江宇主动报名的最大的原因就是11号屠夫也被选中，他必然要从中作梗，对屠夫进行报复，让对方被淘汰。这笔账是时候还回去了。哦，当然可以。勇敢的6号玩家，赠送你一张道具卡，卫兵，随机一张给6号。很好，最终的4位玩家已经确定了。为了增加每位玩家的参与感，其他玩家可以选择投票，将你支持的玩家号码和自己的号码放在盒子里。如果该玩家胜利，投票者将获得一张道具卡；反之，失去一张道具卡。没有道具卡可以扣除的玩家，脖子上的项圈将会直接当然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，那将没有任何奖励或惩罚。接下来，我将宣布亡命生肖的游戏规则。桌子上有一套生肖卡牌，共有72张。卡牌正面的图案画着12生肖之一，分别是鼠、牛、虎，一直到猪。每种生肖有6张卡，右上角的数字为1到6，对应相应的分数。游戏规则如下：1. 4人轮流抽卡，然后将抽到的卡从左到右依次放置，正面展示。2. 当遇到相同的生肖卡牌连续出现的情况，如牛1、猪2、龙1、龙3，此时龙生肖卡连续出现2次，视为生肖爆牌，该玩家最终分数为0。3. 每位玩家随时可以选择停止抽卡，停止抽卡后依次将每张牌的分数加起来，计算总分，其余人继续轮流抽卡，直到所有人停止抽卡，游戏结束。4. 最终分数最低的2位玩家将被淘汰出局。这游戏完全就是赌运气和勇气，看你敢不敢继续抽下去。抽下去获得的分数越多，但是太贪心也可能遇到2张连续的生肖牌出现，从而直接爆盘，瞬间变成0分。当然，本场游戏有专属道具卡，可以拿同等级的道具卡来换取。有没有人来兑换的？此时，江宇拿出他刚才赠送的那张道具卡，眼在手心里偷偷地看了一眼。B 级道具卡，生肖交换卡，可以将自己的生肖卡与对方的生肖卡进行交换。哼，多一张道具卡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我等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我没有选择要换取道具卡。我要换取一张游戏道具卡。我觉得那个小姑娘比较沉稳，选她应该比较保险吧。那个大汉看起来不像是好人，运气一定很差，肯定会爆牌的，不能选他。应该选小男孩啊，他看起来才12、13岁，老天不会让他这么早淘汰的。轮流投，点数最高者最先开始抽卡，接着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抽卡。
11号抢先拿过骰子吹了好几口气，又是祈祷了一番，最后才将骰子丢在桌面，点数停在了1点。接着34号扔出了3点，18号扔出了5点，而江宇扔出了6点。这家伙似乎运气有点好啊，接下来不会一直这么好吧？不好意思了，那就从我开始抽牌了。我有免死牌和排名互换牌，到时候万一爆牌了，直接和对方的排名互换。运气爆棚啊！上来就是一张6分牌，欧皇附体啊！中规中矩，也是一张大分牌。紧接着轮到11号屠夫抽卡了，他直接起身随意拿了一张生肖卡出来，双手合拢夹在中间，嘴里还念叨着：金星观音菩萨、土地爷、财神爷，哎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！哈哈哈哈！啊，弟子谢谢各方神仙大佬，带我出去定会整猪整羊祭拜7749天。我去，看来还是应该投票给18号和11号，他们2个运气这么好。哎呀，是啊，可惜了，我投错票了，不应该支持6号的，他这运气也太损了吧。现在的局面我处于最劣势，后面必须要多抽出高分生肖牌。江宇从卡堆里随意抽了一张出来，他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差，那是一张鼠3。接着轮到了18号抽卡，那是一张猴4。然后是34号，他起身抽出了一张猪1，有些失望地坐下。最后是11号大汉，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步骤，拜天拜地拜神仙，浪费了好久时间才抽出一张生肖卡。翻开后是一张猴3。我的龙2加鼠3等于5分，是第3名。18号鼠6加猴4等于10分，是第1名。34号兔4加猪1等于5分，是第3名。11号羊6加猴3等于9分，是第2名。我现在和34号并列最后2名，如果现在暂停抽卡，最后肯定要被淘汰。虽然有免死道具牌，但不想浪费在前面这种初级游戏中。江宇脑海中快速计算着，目前生肖鼠卡出现了2张，还有4张在卡池中，目前共有8张生肖卡被抽走，还剩下64张。他抽中鼠卡爆牌的概率约为4除以64等于 6.25%， 这是一个很低的概率，他继续抽卡的收益是大于风险的。连续3张低分生肖卡，但好在没有爆牌。你个熊阿婆的，是不是祖坟冒青烟了？全是大牌，还怎么玩？哼，关你什么事儿，蠢东西！你，我靠，这裁判太他妈硬核了！唉，姐姐运气真好。侥幸，小弟弟也要加油哦。江宇对这个18号女生印象深刻，她做事干脆麻利，有种女汉子的感觉。34号随后翻出一张马2，他看着面前自己的3张卡牌，愁眉不展，心情似乎都变差了好多。最后轮到了11号屠夫，还是仪式感满满的表演。梦谁吐了梦卡，梦谁吐了梦谁卡。这个熊阿婆的，又是一张臭卡，要3分有啥用？6号和34号大概率要出局了，他们俩的分数都好低呀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前面分数再高，一旦出现2张连续生肖卡爆牌了，最后还不是0分？我的龙2加鼠3加兔3等于8分，第3名。18号鼠6加猴4加鼠5等于15分，第1名。34号兔4加猪1加马2等于7分，第4名。11号羊6加猴3加羊3等于12分，第2名。接下来抽中兔生肖卡，出现爆牌的概率约等于 6.67%。如果想取得游戏的胜利，自己抽卡的收益依旧大于风险，所以目前继续抽卡是最优解。第4回合开始后，4位玩家都选择直接抽卡，没有任何犹豫。江宇抽到了猪4，18号女生抽到了马5，34号小男孩抽到了鸡1，11号大汉抽到了蛇5。哇，18号果然是欧皇附体，你们看他每一张牌都是大分。34号眼里充满了绝望，我似乎感觉到他取胜的概率越来越低了。这一次不仅拜了各方神仙，连猪脸面具男都拜了，果然抽到了高分生肖卡。哈哈哈哈哈！管他猪脸男是什么恶魔般的存在，只要能让我赢得这场游戏活下去，叫他爸爸都愿意。目前积分情况是18号鼠6加猴4加鼠5加马5等于20分，第1名。11号羊6加猴3加羊3加蛇5等于17分，第2名。我龙2加鼠3加兔3加猪4等于12分，第3名。34号兔
兔4加猪1加马2加鸡1等于8分。第4名、第3名和第4名要被淘汰，局势对自己很不利，而且离第2名11号整整差了5分，至少需要1张高分生肖卡才能弥补差距。目前共有16张生肖卡被抽走，还剩下56张。猪生肖卡总共出现2张，卡池中还剩下4张。我抽中连续出现的猪生肖卡，发生爆牌的概率约为4除以56，等于7.14%。虽然爆牌的概率再次增加了，但我现在还不能停止抽生肖卡。一旦我停止抽卡，18号和11号为了避免爆牌，在排名领先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停止抽卡，最终我会输掉这场比赛。所以目前选择继续抽卡，依旧是最优解，收益还是大于风险。江宇也认真起来，学着屠夫的模样，对着空气拜了起来，顿时引来围观玩家的哄堂大笑。祈祷完毕后，江宇神色凝重地从卡池中摸了一张生肖卡出来。果然，老天惩不起我。你是真的不怕死啊？哼，这抽还抽出一张狗六，哼，你是真的狗？关你什么事，蠢东西！ 6号，你是在学我说话？冷死我了！你们2个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让你们这对男女最先淘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从这场腥风血雨的死亡游戏中一路杀出去吧。1张牛3，分数还行，没有爆牌，勉强过得去。哦耶！我要转运了。11号大汉无奈，只能继续抽卡，因为他刚才算了一下，江宇抽到狗6的那张生肖卡后，分数变成了18分，而他目前的分数是17分，已经落后于江宇，突然变成了第3名。拜天拜地拜猪脸面具男之后，11号屠夫小心翼翼地翻开了他的生肖卡，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，越到后面越容易爆牌，一旦场上谁先爆牌成为0分，几乎可以说必死无疑，所有每一次翻卡都让人心惊胆战的。来呀，继续抽啊！这熊阿婆的，谁怕谁，谁怂谁是狗熊。18号鼠6加猴4加鼠5加马5加牛3等于23分。第1名11号羊6加猴3加羊3加蛇5加羊4等于21分。第2名我是龙2加鼠3加兔3加猪4加狗6等于18分。第3名34号兔4加猪1加马2加鸡1加猴5等于13分。第4名又排在了第3名。接下来我抽中连续出现的狗生肖卡，发生爆牌的概率约为5除以52，约等于9.615%，概率没有超过10%，可以接受。目前场上已发现9张低分卡，11张高分卡，剩余27张低分卡和25张高分卡，可以看作是5-5开，还是得继续抽牌，收益依旧大于风险。果然，低分牌占了微弱的优势，但没想到还是被我抽到了。不过幸好没有爆牌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杀红眼了？还抽？真的不怕爆牌吗？没想到老天都这么眷顾我，又是一张没有爆牌的高分卡。大牌怎么都让他抽中了？这还怎么玩啊？接着轮到了34号小男孩，他看了看自己桌子上的5张牌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转头看向了裁判。我要使用道具卡。在场的玩家都是第一次见有人使用道具卡，这个功能并不是很强大，虽然只有 C 级，但可以避免爆牌的情况。可以使用。34号，请查验你想看的生肖卡。34号挑选了一张边缘的生肖卡，看了之后犹豫了会儿，想了想，并没有放回去，而是摆在了自己面前。这是一张猪2，很显然，他如果将这张卡放回去，再次重抽，很有可能爆牌，哪怕分数很低，他也不想冒这个风险。如来佛祖，玉皇大帝，太白金。马3，嘿嘿，还算满意，没有爆牌，而且分数又超过了6号。小子，你还是最后2名，等着被淘汰吧。18号鼠6加猴4加鼠5加马5加牛3加兔6等于29分。第1名11号羊6加猴3加羊3加蛇5加羊4加马3等于24分。第2名我龙2加鼠3加兔3加猪4加狗6加猴2等于20分。第3名34号兔4加猪1加马2加鸡1加猴5加猪2等于15分。第4名我依旧排在第3名。目前场上已经出现了4张猴生肖卡牌，只剩下猴1和猴6。接下来我抽中连续出现的猴生肖卡，发生爆牌的概率约为2除以48，约等于4.167%。现在爆牌的概率比之前还小，放在统计学里相当于 P 小于0.05，属于小概率事件。江宇微微一笑
再次随意从卡堆里抽出一张卡，缓缓翻开后，那是一张狗5妥妥的高分牌。而11号屠夫看到这一幕简直崩溃了，看着江宇这样玩命，只能嘴里不断叫骂：小子，你是真狗啊，玩命是吧？我放赔到底！我目前总分25分，已经超过11号屠夫1分，排在了第2名。而目前场上只出现2张狗生肖牌，还剩4张狗牌。接下来11号继续抽牌的话，下一回合爆牌应该会大概率超过10%，所以是应该给他个礼物了。11号，我送你个礼物，我要使用道具卡。B 级道具卡生肖交换卡，可以将自己的生肖卡与对方的生肖卡进行交换。交换后，双方可自行选择将生肖卡摆放在不引起爆牌的位置。可以使用该道具卡，请选出一张自己拥有的生肖卡交给我，并指明要与别人交换的生肖卡。我要拿猴2交换11号的第1张生肖卡杨6。给我等着！你先动手是吧？那就别怪你爷爷了。我等着呢，就喜欢你不服气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江宇接过杨6，将其摆放在了之前猴2的位置。如果可以摆放在最后，自然是最优解，因为羊生肖卡已经出现了4次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他的2张狗生肖卡就会连在一起，直接爆牌变成0分。而11号屠夫想都没想，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江宇，直接将那张猴2放在了最后的位置。局势瞬间发生了变化。我没有道具卡，在这局游戏中不占优势。现在分数已经很高了，没有必要再冒险下去。可6号和11号像2个疯子，万一他们继续抽牌，我不就被淘汰了吗？太好了，又是6分。唉，只能继续抽卡，现在停止抽牌也是淘汰，还不如冒着爆牌的风险，万一后面几张都是高分卡牌呢？哈哈哈！爆牌了，太好了，老子要赢了！江宇冷冷盯着小男孩，心中反而涌起一股快感。刚开始的第1局游戏，他非常希望老婆周青庆获胜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然而小男孩的一句谎言就摧毁了这一切。34号爆牌，视为0分，其余3人按照顺序继续进行游戏。裁判，我选择停止抽卡，发动这张 S 级道具卡技能，对下6号。S 级道具卡清空积分卡，使用本道具卡在任何游戏中可清空场上任意一名玩家的积分。我去，这他妈 S 级的道具卡也太逆天了，这还怎么玩啊？那岂不是分出胜负了？6号和34号0分，要被淘汰了。请确认是否选择停止抽卡，以及是否对6号使用该 S 级道具卡。是，原本想把这张牌留在后面的游戏用的，没想到6号居然直接换走了我的一张杨6，这谁能忍？老子摊牌了，老子有 S 级道具卡，老子现在就要干掉他！确认完毕，11号请停止抽卡，6号请将目前拥有的所有生肖卡交给我，6号丧失抽卡资格，仅可使用道具卡。哎呀，34号和6号真是……早知道投票给18号了。目前积分：18号35分，第1名；11号20分，第2名；34号爆牌0分，6号0分。根据11号道具卡的效果，6号已无继续抽卡的资格，是否选择结束游戏？有的人喜笑颜开，振臂欢呼，似乎压中了18号和11号，兴奋不已。这一瞬间，江宇感觉周围全都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周围皆是恶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从这场腥风血雨的死亡游戏中一路杀出去吧。裁判，我选择发动这张 S 级道具卡技能，对象11号。S 级道具卡排名互换卡，游戏内使用该道具卡可与对方的排名互换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 S 级道具卡？妈呀，这简直是终极反转呢！游戏还可以这么玩！11号，请将目前拥有的所有生肖卡交给我。18号女生已经选择了停止抽卡，34号小男孩已经爆牌，只能干瞪眼。而11号屠夫在上一轮游戏中已经选择了停止抽卡。所有人停止抽卡，游戏已经结束。34号小男孩和11号都是0分，即将被淘汰。等等，我要使用这张 A 级道具卡缓刑，将游戏失败的惩罚延缓到3场游戏之后。可以，看来只有我们的11号玩家要告别这场游戏了，请大家和他来个最后的道别吧。
不要放过我，求！6号和18号取得本场游戏胜利，可以随机抽取一张道具卡。两人藏好抽取的道具卡，在这场游戏中，江宇已经完美的展示了道具卡的作用，简直是最大的底牌。一旦给别人暴露出自己的底牌，将瞬间在游戏中处于劣势。猜对的10几个玩家获得了1张道具卡奖励，猜错的则被没收走1张道具卡。今天的游戏很精彩，各位可以有序回房间休息了。我可以稍微透露一下，明天的游戏和体能相关，所以各位玩家要好好休息哦。再次强调一次，晚上不要到处乱跑哦。又是一张 S 级道具卡，好家伙！4日晚上8点，所有人再次集结在大厅，在距离地面2米多高的上空，突然多了一排单杠，刚好10条。这排单杠整齐地排列着，紧接着，只见地面出现一个长方形的裂缝，露出了一块深不见底的深渊。石头掉入深渊约莫5秒钟，蓝星上的重力加速度约为9.8米每2次方秒。根据自由落体公式计算出深渊的高度约为122.5米。今天的游戏名为100米深渊。接下来我将随机选出10名玩家，规则很简单，10名玩家同时抓住单杠，坚持到最后的人取得胜利。此外，在单杠悬挂期间可以攻击别人，将别人击落。记住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取得胜利。我说过，我欣赏有勇气的人。有没有人主动报名？我会随机奖励1张道具卡。很好，给他送去1张道具卡。我也参加。不好意思，这场游戏只有1个主动参加的资格，接下来的9名选手都是随机的。还好，这条小命保住了。很好，我们的10位玩家已经挑选出来了，请各位出列。此外，其他的玩家继续开放投票环节。有的人一脸惨淡，布满了绝望的神色；有的人则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为了让游戏更加有趣，每个人1个布袋，可以装入小石头，数量不限。游戏开始后，你们可以攻击别人。如果小布袋中装满了石头，虽然可以攻击别人，但是自身的负重也更加重，而且攻击别人的时候，只有1只手抓着单杠，万一抓不住掉了下去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如果不装石头，他人攻击自己，自己又没有还手之力，实在太过悲剧。36号抢先往自己布袋里装石头，除了江宇和5号、28号没有动之外，其他人也疯狂地往布袋里塞着石头。可以想象，等下的场面有多惨烈。居然有人选择放弃攻击别人，宁愿被人打。喂，胖子，你怎么不去装石头啊？我感觉做什么都没意思，提不起兴趣。我被绑来这里之前，天天啃老，宅在家里打游戏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活着只不过是浪费社会资源罢了。猪脸面具男命令几名牛头守卫给参赛的10名玩家嘴巴上缠了一圈黄色胶带，众人都感到非常的疑惑。不要误会，只不过上一届比赛中，有人在这场游戏里疯狂地叫唤着，有些吵闹。我说过，我喜欢安静，所以把你们的嘴巴都封住。这意味着之前已经举行过类似的死亡游戏，对方杀了这么多人，居然还没被抓起来，对方的力量究竟是有多大？接下来，每个人选择1个单杠站在下面。下一刻，所有人都去争抢只会受到一侧攻击的第1条和第10条单杠。2波人群疯狂地推挤着，拼命地想要将其他人推开。5秒后，100米深渊将露出来。如果1个单杠上同时抓着2个人或以上，这2个人全部淘汰出局。5、4、3、2、1。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现在，各位参赛玩家可以开始攻击了。游戏刚开始，已经漫天的石头乱飞了。把石头扔出去砸向别人，不仅可以淘汰对手，还可以迅速减轻自己的负重。石头掉落深渊，从底部传上来的撞击声让人感到心惊胆战。
朱里面具男设计这场游戏的目的是什么？和第一场猜拳游戏一样吗？难道就这样简单？而且，石头攻击别人，顶多只能造成一点干扰，只要别人死死抓住单杠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朱里面具男增加这一设计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个24号把石头丢入深渊，然后马上抓回去单杠，生怕掉下去，但感觉他要撑不住了。14号依旧坚挺，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36号看起来斯斯文文，但是做事一点也不干净。这个人非常机智，他不给前后的14号和24号扔石头，而是往远处的人扔。就在这时，江宇屁股猛地被人踹了一脚，巨大的冲击力之下，只剩下左手死死地抓住了单杠。26号，你真是卑鄙！5号表情非常吃力，可是自己帮不了什么。这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游戏？平时生活中正常的普通人释放出心中的丑恶，拼命攻击他人，只为活下去。但是这样残酷的游戏中，为什么还有许多这样善良的人？又让江宇产生一抹感动。28号医生看向了江宇，连续点了几下头，看向了下方，接着他竟然主动松手，掉入了下方的100米深渊。罗军医生和之前一样，看起来厌倦了这场死亡游戏。他真的拥有一颗仁爱之心呢。24号额头上渗出汗珠，全身微微颤抖，显然已经达到了体力的极限。就在这时，他身后的36号猛地用力踹了一脚，24号女生体力终于不支，掉入了深渊。紧接着36号也一起掉了下去。时间过去了40分钟，14号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道具卡，夹在手指上飞给了猪脸面具男。14号，你是要使用这张 A 级道具卡？你要对几号使用？14号玩家对47号玩家使用了 A 级100米深渊专属道具卡。道具卡效果如下：可对场上任何一名玩家，包括自己，使用高压水枪进行冲击，冲击时间为1分钟。此时场上仅剩下2人，那就是14号和江宇。围观的其他玩家都要欢呼起来。不对，这场游戏不止那么简单，一切谜题都解开了。朱里面具男不希望玩家太快的被淘汰，这是第4场游戏，如果淘汰9人，后面就没法玩了。第二，这场比赛开始前，规则说的却极其模糊，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取得胜利。听到这句话，所有人都会觉得，所谓的坚持到最后，就是在单杠上坚持到最后。如果之前的话语都是误导，在铺垫，那扔石头会不会也是在误导所有人，让玩家以为下面是100米深渊？如果下面不是100米深渊，为什么石头要花5秒钟才掉落底部呢？还有第3点，14号男子获得的 A 级道具卡，内容是可对场上任何一名玩家，包括自己发动攻击。那为什么会需要用高压水枪冲击自己呢？第4点，落下去的8名玩家为什么一点身体砸到地面的声音也没有？第5点，猪脸面具男故意增加了丢石头环节，目的是在干扰玩家思考。第6点，罗军医生的表情似乎带着一些惊喜，而不是赴死的勇气，像是在传递信号。所有的东西全部串联起来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答案就在100米深渊的下面，向死而生。就在江宇掉下去的时候，14号玩家眼神露出胜利的喜悦，然而猪头男却走向一侧的电闸，缓缓将手伸了出去。男人主动松开握住单杠的双手，微笑着快速坠入100米深渊。14号玩家正在为胜利洋洋得意时，一股10万伏特电流突然袭击全身，将他烧得外焦里嫩。果然，深渊中间是一张巨大的安全网，这也就解释了丢下来的小石头能轻松穿过，而人体落下来却听不到重物坠地的沉闷声。这一刻，江宇终于彻底明白，
原来所谓的坚持到最后，是在下面的深渊坚持到最后，而不是在单杠上。牛头面具男带着9人坐上电梯来到2楼。当他们出现在电梯口的时候，之前围观的玩家全都震惊。他们不是掉进深渊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是啊，还有14号，明明胜利了，为什么反被烧成了黑炭？很好，这9名玩家是坚持到最后的玩家，取得了游戏的胜利，而14号玩家很不幸被淘汰。你们掉进深渊，为什么没被摔死？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安静，安静！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是在单杠上坚持到最后，只不过是你们这些愚蠢的玩家自以为是罢了。顺便提一下，那一排单杠里面隐藏着10万伏特的高压电线，最后留在单杠上的人将接受电击的惩罚。这死猪头居然玩这种把戏，简直不要太恶心人！我们所有人都被误导了，这拙脸男的话再也不能相信了。江宇呼吸有些急促，他果然猜对了，单杠的排列方式很像并联电路，一旦开启电闸，可以瞬间将单杠上的所有人烧焦。他最后的赌命松手又赌对了。其余9名玩家取得本场游戏胜利，分别是5号、6号、24号、26号、28号、31号、36号、42号、47号。这9名玩家稍后可以随机抽取1张道具卡作为奖励。今天的游戏很精彩，各位可以有序回房间休息了。我可以稍微透露一下，明晚的游戏名字叫做赌命一枪。晚安，各位。江宇回到房间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这次抽中什么道具卡。 B 级道具卡神眼，使用该道具卡可以查看其他玩家当前拥有的任意2张道具卡的技能。这张 B 级道具卡作用不是很强，但知道对方的道具牌技能，就相当于知道了对方的底牌。目前我有3张卡 ：S 级道具卡免死卡、S 级道具卡抢夺卡、B 级道具卡神眼。距离逃出升天又近了一步。次日晚上8点。 所有人再次集结在了大厅，大厅中间多了一张大号圆桌和6把椅子，圆桌上多了6把左轮手枪，还有6颗大骰子。各位晚上好，我们即将开始今晚的游戏“赌命一枪”。参与游戏玩家人数是6人，还是老样子，我欣赏有勇气的人。如果有人主动报名参加，我将赠送他1张“赌命一枪”游戏中的专属道具卡。 如果没有人报名，屏幕将随机抽取玩家进行参赛。这种赌命游戏已经不能叫有勇气了，这叫不怕死啊！前期的游戏为何要拼死拼活？坐山观虎斗不好吗？何必赌上自己的性命？我选择报名参加。我也参加，我也参加。很好，还有其他人报名吗？既然没人报名了，那就让我们选出剩下的游戏玩家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对，某音的一个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红模特。26号小黄毛，上一局游戏偷袭我，差点将我踢入深渊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局游戏不整死你，老子不姓姜。这局游戏你们需要朝着自己脑袋开枪，每位玩家先选择一把转轮手枪，同时取走10颗子弹、1颗骰子，然后入座。游戏分为4个环节。装弹环节，每位玩家往枪里装子弹有2种选择，可以装1颗子弹，也可以选择不装子弹。骰子环节，骰子共有6个点数，分别为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每个人选择好骰子点数后，将骰子放在桌子上，拿手盖住。质疑环节，每位玩家可以选择质疑别人的枪里没有子弹。质疑时需要说：“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”如果 B 玩家的枪里不装子弹，被 A 玩家质疑成功， B 玩家将需要往枪里加入1颗子弹， A 玩家获得1张道具卡。反之，如果 A 玩家质疑失败， B 玩家枪里有子弹， A 玩家需要往自己的枪里再加入1颗子弹，则 B 玩家获得1张道具卡。每位玩家每回合最多质疑1位玩家，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质疑。开枪环节，
所有人按照摆放骰子的点数对自己的脑袋进行开枪。如骰子点数为3，需要对自己脑袋扣动3次扳机。游戏共进行5个回合，每一轮的骰子点数即为该回合的分数，5个回合的分数相加，计算出总分。总分排名最后的4位玩家将被淘汰。如果游戏期间已有4人已被淘汰，游戏视为结束。如果游戏期间有1人中弹身亡，那么在整个游戏结束后，剩余5人，总分排名最后的3位玩家将被淘汰。总之，这一场游戏最终只有2人可以活下来。如果第5回合游戏结束后出现分数相同的情况，将进行加赛环节。此外，本局游戏免死类道具卡禁止使用。这是一场考验智商和勇气的游戏。祝你们好运！这个游戏简直是更加丧心病狂。如果激进一点，对着自己脑袋开3、4枪，大概率都没办法活到第5回合。如果相对保守一点，每局只开1枪，虽然存活的概率大，但最后的分数又可能排在倒数。可以说，每1分钟都是在赌命。我的免死道具卡在这局无法使用，而且现在也无法退出。这局游戏会不会是我的最后晚餐了？嚯 ，A 级道具卡豁免。接下来的开枪环节，你可以不开枪，但依旧获得相应的骰子分数。要是我直接放个6点到桌面，瞬间就加6分，谁还比得过我？有把手枪似乎稍微重了点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随便拿一把得了，难道你还能玩出花来？我是本场主持裁判，请各位玩家投掷手中的骰子，将根据骰子点数大小决定开枪顺序，点数最小者最先开枪。众人经过投掷，开枪顺序定了下来，依次是8号、20号、2号、34号、6号、26号。江宇是第5个开枪。现在是第1回合装弹环节，请各位玩家将手枪放在圆桌下，装填子弹，可以选择填装任意发子弹或者不填装子弹，然后转动轮盘，将手枪放回桌面。如果有使用道具卡的玩家，请举手。第1回合其他5名玩家应该也是偏向于保守，每个人的骰子点数都是1或者2，自己没必要太激进。只要自己这局不装子弹，骰子点数选择1，应该不会有人质疑自己。各位玩家是否装弹完毕？如果填装完毕，请将手枪放回桌面。现在是骰子环节，请各位玩家摆放面前的骰子，骰子点数对应扣动扳机的次数，也就是开几枪。江宇左手挡住骰子，右手将骰子摆放成1点，然后双手将骰子盖住，防止被其他人看到。其他人也是同样的动作。现在，请各位玩家移开双手，展示自己的骰子点数。每位玩家可以选择质疑其他玩家，也可以选择不质疑。众人纷纷将手拿开。8号地中海玩家选了2点，20号中年黝黑男子选了2点，2号漂亮模特选了1点，34号小男孩选了2点，26号黄毛也选了2点。4个人都选择开2枪，脑袋开花的概率就是1/3啊！这群人疯了吗？还是他们根本没装子弹？其余5人也互相看了看，都没有选择质疑。毕竟2点是小点数。在确认没有人选择质疑后，牛头裁判举起牌子，上面是开枪环节。请8号玩家拿起手枪，对准自己脑袋进行开枪，共开枪2次。8号秃头男人颤抖地举起了手枪，对准了自己的脑袋，犹豫了许久都无法开枪，根本没有勇气扣动扳机。8号玩家请立马开枪，3秒之内不扣动扳机，你脖子上的项圈将会爆炸。要死就死个痛快吧！这破游戏，我这辈子都不想玩第2次了。各位玩家，我这个人真的很没有耐心。临时增加一条规则，每个人开枪的时间为10秒。如果10秒后还没开枪，你们脖子上的项圈将发生爆炸。好，这样才刺激嘛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不是杨丽丽吗？几年前好火的网红啊！对啊，
听你一说，我也记起来了，那个短视频平台唱歌跳舞很火的网红模特，最近几年突然消失了，他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请2号玩家举起手枪，对准自己开枪，共开枪1次。2号美女慌。请2号玩家举起手枪，对准自己脑袋，共开1枪。左轮手枪共有6个弹槽，2号美女只填装了1颗子弹。按理说1/6是最小的概率，但锦鲤附体的她，第1回合就将自己送走了。请34号玩家举起手枪，对准自己脑袋，共开2枪。扣动扳机的瞬间，34号吓得将手枪掉在地上，随即又慌忙捡起，再次对准了自己的脑袋，扣动扳机，生怕时间超过10秒。好险，差一点就尿裤子了。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在演戏，或者是他运气足够好？但从第1场游戏他害死我老婆的表现来看，他可是坏得很。也许枪里根本没有子弹，故意演出一副害怕的模样，这样下一局被质疑的概率就低了很多。请6号玩家朝自己举起手枪，共开1枪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江宇表现得很犹豫，在最后2、3秒的时候才扣动了一下扳机。他是在演戏，因为他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，逼真的程度骗过了所有人。请26号。太 ABC 的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看到没？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，你们谁敢跟我比啊？难道真的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，跟砸金花一样？第1回合根本没办法看出大概。现在是第2回合装弹环节，规则同前，请各位玩家装填子弹。如果有使用道具卡的玩家，请举手。这一次，江宇依旧没有往枪里装子弹，他打算保险起见，等下给头子摆个2点，因为上一局选了2点的其他人都没有被质疑，继续摆1点，分数后面可能追不回来。8号玩家上次选择2点，这次是1点，看来应该是被吓到了，变得更加保守。20号选了1点，34号选了2点，26号黄毛依旧选了2点，看来他们是尝到了甜头。有没有玩家选择质疑或者使用道具卡？裁判，我要使用道具卡。可以使用该 B 级道具卡。窥探技能为查看场上任意一名玩家枪里是否装有子弹，便获得优先质疑权。那么，请选择使用对象。太 ABC 的，我选择查看6号。上一个回合他摆的是1点，这个回合摆的是2点，我敢打赌啊，他绝对有诈。该 B 级道具卡使用成功，请6号将手枪给我。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让26号瞎猫碰到了死耗子。6号的手枪内没有子弹，26号玩家是否选择质疑？这不废话吗？果然被我猜中了。我选择质疑6号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请6号玩家向其他玩家展示手枪轮盘。江宇非常无奈地打开手枪轮盘，里面的弹槽空空如也。他瞟了一眼26号，上一局在单杠上黄毛狠狠踢了他后腰3次，旧仇未报又添新仇，换谁咽得下这口气？26号玩家质疑成功，请6号玩家现在装入1颗子弹。哇，胆子真大！没想到头子摆放2点，居然也不装子弹。换作是你，你敢开这2枪吗？是啊，运气不好直接禁言嘛，就像2号美女。26号玩家质疑成功，获得1张道具卡，请随机抽取。6号，我知道上局我踢了你腰子，你这局肯定要惩我，所以你爷爷我先下手为强，看咱们谁先被淘汰。爷可不喜欢被仇人惦记。人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针对我，首先掂量自己的分量。裁判，我要使用这张 S 级道具卡，抢夺卡，目标对象26号。话语一出，顿时周围一片震惊。26号黄毛更是一脸懵逼，他刚得到的新道具卡都还没捂热，只是瞄见上面有2连发3个字，这时他才意识到刚才狂的有点早了。该 S 级道具卡为抢夺卡，可在任意时间使用，触发后效果为随机抢夺其他玩家的2张道具卡，若对方只有1张道具卡，则仅抢夺1张，请选择使用对象。太 ABC 的，
这道具卡也太逆天了。看来还是要多参加游戏，领取道具卡，才会逆风翻盘。哼，你确定你会在游戏中存活下来吗？你看看上去报名的14号，看似赢了，却被高压电治疗了。26号玩家，6号玩家对你使用 S 级道具卡，效果为抢夺，请你将身上的2张道具卡全部取出，交给我。26号黄毛小子瞪着江宇，肺都快被气炸，不情愿地将自己的2张道具卡全部拿出来，递给了裁判。S 级道具卡功能已经生效，26号这2张卡现归属权转移至6号玩家。谢谢26号的礼物，那我就笑纳了。接下来的游戏你一定要加油哦。B 级道具卡2连发，接下来的2枪，你的枪口可以对准其他玩家，但是分数依旧会属于你自己。B 级道具卡上子弹，开枪环节前可以为对手的手枪装入1枚子弹。还有没有人提出质疑？那就进入开枪环节。8号地中海依旧拖到8、9秒才猛地开枪，但平安无事。20号还是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脑袋来了一枪，这份果决引起众人拍巴掌。34号小男孩犹豫了几秒，猛然开了2枪。轮到江宇的时候，他直接拿出1张道具卡递给牛头裁判。裁判，我要使用这张2连发道具卡，我要对准26号，连开2枪。可以，目标对象为26号，请6号玩家开枪。哼，黄毛，本来我的枪里没有子弹，这颗子弹是你自己加进去的。如果你见了阎王，就只能怪你自己。喜欢玩阴的是吧？泡影来了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！哎呀！黄毛小子吓得闭上眼睛，随着扳机的扣动声响起，黄毛小子裤裆冒出阵阵热气。江宇已再次扣动扳机，直接把黄毛吓得瘫坐在椅子上。你 ABC 的给我等着！今天我整死你！也不叫张天浩，哼，还张天浩，没点男人样，干脆改名拉库里得了。我看叫库里拉也不错。我就在这里等你，倒要看看你如何珍惜我。现在进入第3回合装弹环节。这一次，江宇躲在圆桌底下，将枪里的那颗子弹取出，然后又主动装进去1颗子弹。这一次，他的枪里有子弹。6号这家伙是疯子吗？5点可是要对准自己脑袋连开5枪的。开5枪和开6枪没太大区别，几乎是必死无疑的，这完全是赌命玩法啊！疯了吧？敢选5点？不懂你的枪里没有子弹，你们愣着干嘛？一起质疑他呀！这太明显了，他枪里肯定没有子弹。请26号玩家确认是否质疑6号玩家。我也质疑6号，我赌他的枪里没有子弹。是否还有玩家质疑6号？34号小男孩沉默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选择不质疑。20号中年男人也选择不质疑，这让江宇有些意外。他本以为其余4人应该都会质疑他，只要不是个傻子，应该都不相信自己的枪里有子弹。请8号、26号玩家确认是否质疑6号玩家。算了，我不质疑6号。你个怂包，有获得道具卡的机会你都不要，我真的服了。6号玩家，本回合你被26号玩家质疑，请展示你手枪的轮盘。江宇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手枪的轮盘，里面赫然是一颗真真实实的子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的枪里怎么可能有子弹？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我去，他的枪里居然真的有子弹，他怎么敢的呀？好家伙，这才是真正的赌命吗？才第3回合而已，6号这么拼干嘛？观察6号这么久，他每场游戏都有参加，过人的胆识和智慧，积累了众多道具牌，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对手。26号玩家质疑失败，请将左轮交给我，我将为你的弹槽中加入1颗子弹。26号玩家质疑失败，6号玩家获得1张道具卡，请随机抽取1张。26号简直就是弱智，这么明显的欺诈都看不出来，白白送给6号1张道具卡，游戏难度又被提升了1个等级。34号和之前一样，
先是表现出一副害怕的模样，犹豫片刻后对着脑袋开一枪，然后再等2-3秒再开一枪，依旧平安无事。裁判，我要使用这2张道具卡。哇，真阔绰啊！你一出手就是2张道具卡，要我们还怎么玩？可以使用，该道具卡为 A 级道具卡，豁免。使用后，本回合开枪环节，6号玩家无需开枪，依旧获得相应分数。哎呀，怪不得你点数选了5，原来你有这种道具牌，我差一点就上当。6号玩家使用的第2张道具卡为 B 级道具卡，上子弹。在开枪环节，可以给场上任何一名玩家手枪中装入1颗子弹，请6号选择使用对象。使用对象当然是幸运的26号。裁判亲手为26号的手枪中再次装入1颗子弹，然后递还给黄毛。此刻枪里最少也有2颗子弹，但黄毛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在脑海中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：自己怕是要活不过这一局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王权路上我要拉一个垫背的。开枪环节继续进行，请26号玩家拿起手枪，对准自己脑袋进行开枪，共开枪1次。老子要和你同归于尽！话音刚落，黄毛就扣动了扳机，然而枪声并没有响起，响起的电子项圈发出了一声巨大爆裂声。我再警告一遍，规则2，要求每个玩家必须公平游戏，在这里只有我有权利审判你们的生死，破坏规矩的人，这就是下场。游戏继续进行。8号秃头男2+1+2 5分，20号老男人总分为2+2+2 6分，34号小男孩为2+2+2 6分。我目前的分数为1+2+5 8分。目前我仅剩下3张道具卡，分别是 S 级棉丝卡、B 级天眼，以及1张才获得的赌命一枪专属道具卡。不过还没来得及看它的功能，接下来2回合必须保持住优势。请松开你们的双手。第4回质疑环节开始。8号地中海的点数居然模仿我上一回合的点5，要么他的枪里没有子弹，要么他准备使用道具卡。先静观其变。20号老男人的投资点数依旧是2点，但为什么34号小男孩分数落后，反而投资点数是1点？这种保守很是让人疑惑。本局是否有玩家选择质疑？假如没有，游戏进入到开枪环节。都被我骗了吧？其实我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我就知道上局质疑6号失败后，如果再摆个5点，你们肯定不敢质疑我。这才叫心理博弈。8号毫不犹豫地连开5枪，果然平安无事。接着轮到了20号和34号，2人的枪声依旧没有响起。最后轮到江宇，他直接拿出了那张朝天开枪道具卡，对准天花板来了2发。令江宇感到意外的是，枪声依旧没有响起。接下来，游戏将进行最后1回合。这一回合将要决出胜负，只有积分前2名的人才能活下来，其余2人的结局是淘汰。装弹环节结束，摆放好骰子，开始进入质疑环节。8号秃头男和我一样又摆放了5点，他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20号摆放了2点，表情却太过于平静。34号小男孩摆放了1点，积分排在倒数，但似乎根本不担心自己会输掉这局比赛。假如这一局没人中弹身亡，游戏结束后，20号和34号必将被淘汰。哼！告诉你们，我手里有1张道具卡，上局我没有使用，留在了这局，就看你们敢不敢赌我的枪里有没有子弹。我要使用这张道具卡，对象为8号玩家，看他桌子上那张道具卡是什么。6号玩家使用 B 级道具卡神眼，技能效果为可查验指定玩家的1张道具卡，请8号将自己桌上的道具卡交给6号查验。小子，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？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幸好没有选择质疑8号 A 级道具卡贿赂，开枪环节使用该道具卡，可贿赂裁判取出手枪那1颗子弹。这一局对方的枪里一定有1颗子弹，如果自己选择质疑，必然会质疑失败。老谋深算啊。游戏进入第5回合的开枪环节。果然，8号秃头男得意地使用道具卡，牛头裁判从枪内取出1颗子弹，接着8号使用空枪对准脑袋，连开5枪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哈哈，这场游戏我赢了！哈哈哈哈。
我赢了！游戏还未彻底结束，请8号玩家坐回自己的位置。接着，剩下的3人都面无表情，对准自己脑袋开枪，因为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3人索性都不演了。游戏结束，开始计算总积分。且慢，裁判，我要使用这张道具卡。这是一张 C 级道具卡，技能效果是将使用者的积分全部转移给任意1名玩家。请告诉我，你选择将积分转移给几号玩家？将我的积分全部转移给34号。爸，对不起。小凡啊，后面的游戏加油，要努力活下去。这一刻，江宇恍然大悟，原来20号中年男人居然是34号小男孩的父亲。围观的玩家也默默敬佩。在这种残酷的死亡游戏中，有人愿意牺牲自己，只为让儿子活下去，哪怕是多活一局，这或许就是父爱的真谛。总积分计算完毕，34号玩家18分，8号玩家15分，6号玩家15分，20号玩家0分。6号玩家与8号玩家分数相同，并列第2名。现在进行加赛环节，一局定胜负。决赛规则变更如下：取消装弹环节、质疑环节，每名玩家的手枪将由我直接装入1发子弹，在骰子环节结束后，直接进入开枪环节。他选择朝自己脑袋连开6枪，只为争抢最后一个幸存者名额。这还是赌命一枪游戏吗？请6号玩家和8号玩家重新掷骰子，点数小者优先开枪。朱里面具男设计这场游戏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自从2号玩家中弹身亡后，就没有人再中弹了？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赌命一枪，难道真的是那样吗？差点又一次被朱里面具男误导了。6号先开枪。2人同时拿开了手。8号的骰子点数是3，江宇的骰子点数竟放在了6点。你真的敢选6点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看你自己爆头。这一刻，整个场地都沉寂下来，呼吸声和心跳声相互交织。但他扣动扳机的速度越来越快，1枪、2枪、6枪。赌对了，那个大胆的猜想是正确的。啊？为什么你连开6枪都没有中弹？你已经输了。游戏开始，我检查了每一把枪支，只有2号拿走的手枪是最重的。别卖关子了，死也让我死得明白一点。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只有1把枪可以射出去真正的子弹，其他的手枪无论开几枪都不会射出子弹。赌命一枪，赌的是谁拿到这一把手枪，谁就必死无疑。8号对准自己的脑袋连开了3枪，接着又向房顶开了3枪，依旧没有枪声响起。6号玩家，你分析得很正确，恭喜34号和6号在这场游戏中取得胜利，分别抽取1张道具卡。现在就让我们和其余2位玩家告别吧。很遗憾，他们不幸被淘汰了。34号哭着想要冲上去，但20号伸手制止了他。随着电子项圈警报声的响起，小男孩此时应该也体会到了江宇第一场游戏中的绝望。给2位幸存者分别送去1张道具卡。A 级道具卡，剑皇卡。很好，短短几天淘汰了11人。今晚我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各位玩家可以尽情享用。哦，对了，明晚的游戏名字叫《电锯惊魂》。我昨晚去大门外面了，他昨晚居然成功跑出去了，但他怎么还在这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昨晚偷偷跑出去，因为我觉得继续参加游戏下去，迟早也会死，还不如搏一把。然后呢？外面有什么？我跑到了长廊尽头，向着扶梯拼命向上爬，不记得爬了多久。就当我快累死的时候，我爬了出去，但外面居然是一望无际的沙漠。出口旁边一块白布，写着红色的大字：由此进入的人
将诞生一位伟大的神子。后来我又拼命跑，但居然回到了原点。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在地底深处。这些话让江宇有些心神不宁，他无法判断这些信息的真实性。如果真如对方所说，出去就会迷路，那只有游戏获胜才有机会活着出去。次日，房间内熟悉的广播声也再次响起。大厅里原本一面空空如也的墙，上面突然多出了5个小型铁门，铁门上画着牛、虎、龙、鸡、猴图案，每个铁门上有某种高级密码锁。呜呼！今晚游戏名为《电锯惊魂》。本场游戏参赛玩家一共5人，游戏时长为15分钟，共有5个房间，每个房间内的墙壁后隐藏着1排大型电锯。玩家选择房间后将自动上锁，10分钟后，电锯将从墙壁的缝隙处穿出。此时，依旧留在房间的玩家身躯将被电锯切碎。解答出电子屏上的题目，可获得开锁密码，密码为4位数，但2次输入错误后，门将永远锁死。各位玩家，这一局有主动参加的吗？我报名参加。这是赌命游戏啊！他是不是疯了？每场都有他。嗨，你懂什么呀？这6号主动报名这么多次，还活得好好的，这说明他是天选之子啊。B 级道具卡开门。我也报名。34号有些愁眉不展，想必是上局游戏取胜获得的道具卡对他并没有太大的作用，缓刑之后依旧要被淘汰。嘿嘿嘿嘿，还有人要报名吗？没人，我将随机抽取3名玩家。我也报名，同时我也要使用这张道具卡激活死亡游戏的彩蛋环节。哈哈哈哈！居然有人抽到了这张 B 级彩蛋道具卡，很好。本场游戏的彩蛋环节被玩家触发，由于彩蛋被触发，本场游戏开始后，某个幸运房间后的电锯将停止工作，哪怕无法破解密码，也能胜利。接下来，我将随机抽取剩下的2位幸运玩家，参加这场游戏。恭喜36号、47号玩家被选中。36号这个王九蛋律师在100米深渊冲着我后脑勺扔石头，砸起了一个大包，直到今天才消退。请各位参赛玩家看向电子屏幕，上面将会显示1道问题，答案即为幸运房间的号码。电子屏幕上的题目竟然是1+1等于几？你 ABC 的难道是1+1等于2？幸运房间是2号房间？哪有这么简单？从布尔代数的角度来看，1+1还等于1呢。1号房间也有可能是幸运房间。那从脑筋急转弯的角度来看，1+1等于王。你们看2号房间的铁门上画着一只老虎，难道2号房间是幸运房间吗？你们别扯淡了。如果1+1代表一个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，那再生一个孩子，不就是1+1等于3了？这个题目只有江宇听懂了，这是指逻辑运算，1和0代表的是真和假。江宇走进4号房间后，无意中发现靠近墙壁的电锯凹槽似乎有些不一样。正当他想凑近观察一下时，4号房间突然又进来一人。你出去，这间房间是我先看中的。偷偷告诉你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9段。